第50课，现在的我可以走在信心的路上。原来信心不是我能有多少把握，而是我敢不敢迈出一步。假设现在你站在一条笔直的走廊上，走廊没有障碍，也没有人挡路，有一个声音跟你说，闭上眼睛，放心走，我会一路引导你。你会走吗？还是会站在原地不动呢？你问，我怎么知道你会引导我？你在哪里？你看得到我吗？声音说，我一直都在，你只要愿意信，脚就会带你往前走。这不是游戏，这是人生。走在信心的路上就是这样，不是等一切确定才走，而是走出去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他真的在带领你。美云原本在一家大企业工作，薪水稳定，福利也好，但内心却越来越空洞。她形容自己像被5年合约困住的鸟，每天朝九晚九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热情，没有自己。她说她祷告了1个多月，然后做了一件连她爸妈都大骂的事，她离职了。但我不知道下一步在哪里。她不是为了跳槽，不是为了创业，她只是单纯觉得，我要停下来，问清楚我到底在干嘛。这不是冲动，这是信心。信心不总是知道答案，但信心相信，当你迈出第1步，神会指引第2步。你以为信心是把握，其实是信任。我们常常不敢走信心的路，是因为我们被安全感绑架。有钱我才敢捐出来，有计划我才敢出发，有答案我才敢选择。但圣经里神常常做的不是先给你保证书，而是说，你先走，我就与你同在。想想看，这些人，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本家，去哪里？不知道，但他照着神的话出发。彼得下船走在水面上，有没有保证不会沉？没有，但他信了耶稣的话。约书亚带百姓过约旦河，河水什么时候分开啊？不是提前，而是脚一踏进去的那一刻。信心的奇迹不在你站在原地想清楚，而在你勇敢踏出去的瞬间。仁杰是一位工程师，信主3年。有一次他看到朋友在群组里发了负面动态，似乎情绪很低落。他感觉心里有个声音对他说，鼓励他一下，把你那次祷告经历分享给他。但他心里挣扎了很久，觉得自己好像不够熟，会不会被当怪人？我又不是牧师。结果他还是硬着头皮在群组留言说，我也曾经低谷过，有一次我祷告后心里有很深的平安，那时我才发现神真的不只是宗教理论，他是陪我走过黑暗的人。没想到那位朋友私讯他，说自己快忧郁了，那句话像是黑暗里的光。后来仁杰邀请他来教会，现在2人一起查经。仁杰说，其实我那天发文的时候也很不安，但后来才知道，那一小步的勇气就是走信心路的开始。信心不是从信自己开始，而是从信神开始。我们常听人说，你要有信心，但有没有发现，当你陷在困难中时，这句话反而让你更焦虑，因为你知道你其实没有信心啊。但圣经里的信心不是我很厉害，所以我相信我行，而是即使我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我相信神知道他在做什么。希伯来书这么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希伯来书11章1节。也就是说，信心不是你自己努力相信，而是你转向相信那位可信的主。不是我多有信心，而是那位主值得我信靠。尧舜是个从小在庙里长大的年轻人，
来过几次教会，但一直没有决定信主。他说，我觉得基督徒要很有爱心，很干净，我还很糟糕，不配信神。但后来他听到一句话，让他改变想法，信主不是因为你够好，而是因为你知道你不够好，所以需要他。这让他突然明白，信心的起点不是当我准备好了，而是当我愿意相信他会一步步带我走向更好。现在的你是否可以走在信心的路上？你可能会说，我现在根本不算有信心，我只是有点想相信。那就够了，因为耶稣说过一句话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。马太福音17章20节，芥菜种是当时最小的种子。耶稣在说什么啊？哪怕你只剩一点点信心，只要那是真诚的信在我里面，我就可以用那微小的信心做出你想不到的大事。结语，信心不是没有害怕，而是即使害怕，仍然选择相信。你知道吗？当彼得走在海面上，他一开始不是没有害怕，而是眼睛定睛在耶稣身上。当你今天面对选择、焦虑、未来的不确定，也不是要你假装不怕，而是在怕的时候，还愿意靠近那位可信的主。信心不是一种情绪，而是一种选择。今天的你可能没有很多答案，但如果你愿意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会怎样，但我愿意相信你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已经走在信心的路上。